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凌晨2点，被警察堵在网红酒吧约谈，是中什么魔鬼的体验？徐锦欢望一眼，穿着休闲装的男人，五官俊朗，通身却有一股戾气，让他不悦地皱下眉头。你这样叫以权谋私？铃木警一双丹凤眼细细打量他，眉眼精致，皮肤白皙透亮，毫无防人之心，看来是个不经烦忧的娇娇女。尤其是她故作恼火的样子，一下子撞进他心坎里了。一见钟情是个美妙的词。你的朋友抢走我的相亲对象，我不该找你理论吗？那你找他呀。徐锦欢显然并不想配合，反而就想对他一顿。睡到半夜，被一通电话吵醒，还是来自警察叔叔的问候，吓都吓妈了。铃木警扯嘴一冷笑，他带着江可瑶已经消失不见，你又是她最好的闺蜜，我没告你们暗通拐卖人口，你已经很庆幸了。你想怎样？徐锦欢意识到严重性，收起小脾气，朝他殷勤地笑笑。并不是他没骨气，只怪某人是真警察，他一个小老百姓，哪里敢招惹。留个联系方式，以后方便配合案情调查。对了，微信也要。好。徐锦欢很痛快地在便签纸上写一通，笑着交给了他。一出酒吧，他就把有他方式的便签纸丢进垃圾桶，谁想跟警察扯上关系，他10000个抗拒好吧。而且自己留的方式也都是随意编的。爸妈从小就教育他，跟陌生人，尤其是有恶意的男人，要保持距离。男闺蜜的订婚宴，初秋的傍晚，还是有些许凉意的。徐锦欢穿一件露背晚礼服，躲在角落里，捧着一杯热水，身子还是忍不住的发颤。他懊恼穿得太轻薄了。就在这时，有人给他披上一件西装外套，温暖的举动让他颇为感动。谢谢。不客气。熟悉的声音让徐锦欢后背一凉地转过身。是你。真是阴魂不散。时隔1个月，他竟又遇到警察了，心咯噔一下，有种被堵在犯罪现场的恐慌。好巧。他心虚地朝着某人笑笑。铃木警摇摇头，挨着他坐下来了，凑近耳边低喃道：我是作为前辈被邀请来的，说来也巧，竟遇到某个小骗子了。我骗你怎么了？有谁给第一次见面的男人联系方式？我这是自我保护意识。你是警察，不会想知法犯法吧？徐锦欢讲完还不忘冷冷地瞪他一眼。铃木警给2人倒满酒，笑呵呵地递给了他。我还没生气，你倒先恼火了。徐锦欢，你还真是个刺猬。你有事说事呗。徐锦欢朝他翻个白眼，这么明显的套近乎，让他直觉不妙。你的男闺蜜抢走我的相亲对象，要不你补个缺呗？你先别恼，我条件很不错的，有房有车，工作稳定，最主要我是一名武警，既可以保家卫国，也能保护女朋友的安危，一举多得。我不喜欢倒贴的男人。徐锦欢慵懒地别过头去，不想再理会某人了。一个警察，多阳光的职业，不去努力工作，在这跟他扯闲篇，不可理喻吗？说不准是你高攀了呢。铃木警笑着抿一口红酒，自大的样子让徐锦欢眉头一蹙。我是本市医院某科室的护士长，家是书香门第，高攀你。他眉头一挑的嘿嘿一笑。
这不正是相亲的开场白？他们这算不算在相亲呢？徐锦欢也意识到不妥，我跟你没交集，林队长还是放我一马吧。好啊，陪我爬一次泰山，我就保证再不缠着你。林木槿早已知晓，他酷爱运动，尤其是爬山，是他的最爱，一般没有抵抗能力。我明天有工作，他委婉拒绝了。我问过你男闺蜜了，你之后2天都休息。徐锦欢，你是不是怕我？面对他的质问，徐锦欢不认怂的一挑眉，去就去，我还怕你不成？说也奇怪，徐锦欢与他第1次见面，给的是假电话号码，第2次被他一刺激，隔天一早，他们就结伴爬山了。这算不算另类的缘分？在车里，徐锦欢望一眼后座上的大包小包，就知道某人是早有准备，难不成他真想让自己给补缺？她看似柔弱，却是个要强的女人，做替代品这回事，她可做不来。徐锦欢，听说你没有男朋友？林木槿边开车边套她的话了。有没有也不可能选你。徐锦欢预判了他的预判，把天聊死。我猜女孩子都喜欢欲擒故纵。他眉眼含笑，却被他回来个白眼。可惜我不会是那个女孩。林木槿，你是人民警察，又是领导，这么清闲的吗？我已经几年没休假了，言外之意为他而休假，他是很与众不同的存在。徐锦欢这次没对他这个话题算是过了。他见某人兴致缺缺，也不再分心，专注地开车了。他不经意的余光一瞥，认真起来的时候，林木槿棱角分明的五官，正气凛然，小麦色的皮肤，更有阳刚之气。除了那股戾气，他浑身都散发着男人的成熟魅力。可能是常年健身的原因，让她身材清瘦有型，比起男闺蜜的瘦，林木槿的更有质感。好看吗？她轻笑着问。徐锦欢被她惹脸红了。我在看风景，是你挡住我看美景了。林木槿，你少臭美，身为一名警察，你不该少言寡语吗？这是嫌他聒噪了。前面有人。徐锦欢被提醒地望向了前方，有几个男人正在路边拖拽一个女人，还不客气地猛踹几脚，倒在地上的女人已经奄奄一息了。他们不是好人，一会儿你躲车里别出来，我去处理掉他们。林木槿安抚完他后，从车里跳下来，就朝着他们走过去了，没费多少功夫就把他们几个都制服了。而令他想不到的是，一个漏网之鱼正慢慢靠近着徐锦欢。别动！一个男人砸破了车窗，用枪抵住了徐锦欢的后腰。突来的危险让徐锦欢吓得脸都白了。我警告你，要是伤害了我，我警察男友是不会放过你的。要不你放了我，我让他也放了你们同伙，可以吗？他试图跟坏人在讨价还价。或许是当护士的久了，遇到突发事件他也能轻松应对，但这枪口对着自己，这份亲近死亡的恐惧感让他窒息。哎呦！男人一声哀嚎后被踹倒在地了，手里的枪也因为慌乱而打中林木槿的腹部。而他也是厉害，明明受伤了还能一脚踹飞坏人，妥妥的硬汉本尊。在这一刻，徐锦欢对他有了不一样的感觉。你受伤了？他见他体力不支，忙用双手撑住他。林木槿温柔地朝他一笑，这点小伤还死不了。
警车也及时赶来，将这几个坏人一股脑丢进车里了。一个穿警服的男人朝他们走来，而铃木警却将他护在身后，一副生怕被抢走的样子。队长，你行啊，休假都能立功。这位是警服男人惊讶地望着徐锦欢，这么美的女人，该不会是被拐卖的女人？难怪队长负伤也要干倒他们，原来是有动力支撑。看来千年的铁树终于要开花了。你大嫂。徐锦欢刚想说不，就见他哀求的眼神，便没再吱声。而一旁的警服男人一看这阵势，忙朝身后哥们报告惊天消息。再回头时，黑色越野车已经扬长而去了。车里，铃木警忍着疼，挤出一丝笑：“谢谢你，刚才没揭穿我。”说完话，他脸色都煞白了。停车。哦，他虽然疑惑，但见他坚持，忙踩刹车停在路边了。车里有急救箱吗？他摇了摇头。徐锦欢先检查了一下伤口，并不致命，才淡漠地说：“回去的路我来开车，你尽量别动力气，乖乖躺在后座上，懂了吗？”好。对于他的冷静，铃木警更是喜爱了。一个应变能力强的女人，才与他更匹配。看来他们是天赐的一对。徐锦欢专注地开车，从后视镜看一眼他的情况，正好四目相望，他脸颊微红了。你咋没睡？失血过多，不都是昏昏欲睡？他倒相反，瞪一双眼睛更铜铃似的，可见体力不是一般的好。我怕你无聊，陪你聊聊天。徐锦欢又被整得脸一红。你这么吊儿郎当，怎么当他们队长？别跟我说你有2副面孔。还真被你猜对了，我在遇到你之前，已经好几年没笑过了。铃木警自己都口干舌燥了，还不忘递给他一瓶水。完美男友，拿捏得十分到位。他不是刻意为之，而是单纯的想对徐锦欢好。一见钟情的女人，让自己很上头。快到医院了，他完美的绕开话题了。铃木警挺了大半小时，在车子停到医院门口时，终于歪头晕了。他之所以坚持，是怕他路上不安全。这份贴心，让徐锦欢的心里有了微妙的变化，好似爱的种子，悄然地正在萌芽。医院的病房，一个俏丽的小护士正在给床上人测体温，竟让他猛然惊醒了。你终于醒了。小护士将体温表递给铃木警，既然醒了，那就自己来吧。他皱下眉头，阴沉着脸打量一下小护士，明显气场不对。徐锦欢呢？他生死边缘走一遭，睁眼看的竟是别人，糟心。我们护士长正在开会呢。你这床我负责的。小护士也不恼，简单的把话说明白，好让他死心。护士小姐，他不来，我拒绝一切治疗。铃木警并不想为难旁人，只是想见他而已。好吧，那我去告诉护士长一声，等着吧。小护士转身走2步，又折回来了，八卦地问：你在追我们护士长吗？他诚实地嗯了声。每年追我们护士长的男人，没有10个也有8个，你有啥绝活？小护士不仅八卦，还爱扯闲篇。嗨嗨，门口的人儿清下嗓子，让2人结束这场无聊的对话。此时的气氛有些尴尬。徐锦欢正在帮他做检查，小护士趁机溜了。伤口不深，打几天消炎针
就能出院了。他低声说。林木槿耷拉着脸，阴沉的眼神让徐锦欢后背一凉了，想走却被他拽进怀里，紧贴在一起的样子有些暖媚。我醒来你不在，他语气有些埋怨。想不到一个硬汉闹起脾气来比女人还要小气。我要开会，要上班，你最好别乱动，小心伤口再被撕裂。他专业地提醒着。林木槿一顿，动作未变，而是更凑近他小脸了，近在咫尺地看着。徐锦欢真的好精致，果然看对眼的人儿，连生气都是美的。有话就说，他似乎少了些许的耐心。我为你而受伤，你要是没时间照顾我，那我也就不用治疗了。首先，我没在威胁你，我只是为自己感到不值、可怜。他还应景地深深叹口气。要是队里的那些人知道他们队长有如此厉害的磨人功夫，估计都能惊掉下巴。一向不近女色的冰块脸，居然也有粘人的一天。果然，外冷内热的男人撩拨起来简直无法无天。徐锦欢被江义军气不过的他，本想一走了之，但终于忍下来了。好，我答应你了。林木槿见得逞了，凑近吻上了粉唇。对不起，是我头晕了。给偷吻找个完美的理由。徐锦欢没吱声，抬手就是一巴掌，见他一阵的傻笑，气鼓鼓地摔门走了。他发誓要再让某人得逞，自己就用缝伤口的针封住他的嘴。几天后，林木槿就着急要出院，小护士来跟他汇报，徐锦欢叹口气，就往病房走去了。一进门就见他已经换好衣服，一切收拾妥当，就等着结账走人。你还在发低烧，不能出院。林木槿见他来了，没脸的又凑过来，单位有任务，我非去不可。不行，他不签字就不信林木槿能出院了。求你了，那帮兔崽子第一次执行危险任务，我必须带着他们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任何身体不适都不会追溯到医院这边。你要还不信，我可以写保证书。你只要不退烧，说破天也没用。你是我的病人，我管不了他们，我只对你生命负责。徐锦欢与他杠上了。就他现在的身体，多跑2步都能晕倒，还想着执行任务，真是异想天开，更拿自己生命当儿戏。你在关心我？他兴奋地笑着，傻憨憨的像个偷到糖的小孩。徐锦欢眉头一蹙，我只对你伤口负责，你这个人跟其他的病人没啥差别。这就好办了，我按原计划出院，最多住你家呗。林木槿一脸认真地说出解决方案。林木槿，你脑子没烧糊涂吧？徐锦欢终于看明白了，某人就是老天派来折磨他的。我清醒着呢，而且在你来之前，我已经退烧了。林护士监督我测的体温。徐锦欢望一眼门口听墙根的林护士，猛地点点头。他按耐住心里的怒气，签完字后，将出院单子丢给了林木槿，给他一眼警告的眼神，才潇洒地转身出病房了。感情他这是在逗他玩呢。林木槿出院的那个下午，院长亲自来了，特意跟徐锦欢交代了一番，才又语重心长地说：小许，林队长是我们市里的优秀警察，立功无数，更重要的是他救过你的命。他既然主动提出需要帮助，我们医院乃至你个人总不能拒绝吧。院长，让他住我家里，
有点强人所难，毕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万一传出去，我以后也就别想嫁出去了。徐锦欢稍有松动，但还是满脸的抗拒。院长轻拍一下他的肩膀，那岂不是正好？你俩若能凑一对，那才是佳偶天成的一对呢。你也是先进工作者，要有大局意识。好吧。徐锦欢眼见推脱不掉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。傍晚，徐锦欢载着搂不住笑的林木槿，终于回到家了。看着他小人得志的样子，他就窝一肚子火。好在只是住1周，等到他身体稳定一些，就让某人赶紧拎包走人。进屋吧。他打开门，给他让出一条道来，少女十足的装饰，温馨而又浪漫，让一进门的林木槿直接看呆了。没想到你还有少女情怀。林木槿赞许的目光让他脸颊一红。废话真多，你住客房，没事别乱走动，有事给我打电话，别试图借机进我房间。防狼喷雾和军用小刀，我可不敢保证能用得当，所以懂了吗？我有个问题，你是不是对熟悉的人才格外的凶？他凑近好奇地问。奶凶奶凶的样子，可爱又迷人，让他更有了征服他的想法了。徐锦欢将他的头推开，你猜对了，所以尽量别靠近我，不然我让你抱憾终生。还有，是孟苏怀得罪了你，你别老折腾我，逼急了，我也是会反抗的。他故意把玩着水果刀，手法娴熟，飞速旋转到愕然停止的时候，刀尖正对着某人心窝处，就让林木槿拍手叫好，真厉害。这几天上下班接送的任务就拜托你了。他温柔地拍下他的肩膀，径直走进客房了。林木槿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他站客厅朝他吼。他依靠在门框，故意地朝他眨眨眼。晚上想吃什么，我亲自下厨。多年的独居生活让他练就一手的好厨艺，要想拿捏他的胃，还不是一顿饭的事。满汉全席，你会做吗？徐锦欢朝他挑衅的一撇嘴。他们的相处更像是欢喜冤家，会在不知不觉地陷进去。满汉全席真不会做，但麻辣小龙虾、麻辣香锅、麻婆豆腐、红烧小排，你要不要吃？他一早就打听好了，这些都是他的最爱。不要，今晚我下厨清汤面条。徐锦欢一口拒绝，他不是改喜好了，而是怕某人借一顿饭讹上自己。就他的小心思，不得不防。林木槿低头凑近他，只要你做的饭，我都很期待。不等他发飙，他人已经慵懒地回屋了。既然已经同居，他不在乎好事多磨。有个美丽的女孩为自己洗手做羹汤，让他觉得生活都变得不同了。上半夜，林木槿睡得并不安稳，一个惊觉让他猛地惊醒，看一眼时间，已经半夜1点了。他想起身倒杯水喝，经过主卧门外的时候，隐约听到有动静。嗨嗨，这声咳嗽让徐锦欢警觉地推开门了。干嘛？被打扰的他不悦地瞪他一眼。你吃小龙虾了？林木槿摸一下鼻尖，刺鼻的辣味让他微皱眉头。饿了就点的外卖。你呢？大晚上跑出来盯梢吗？徐锦欢对于偷点外卖这回事并不觉得哪里不对，相反，他微红的脸颊引起他的注意，还来不及上手试温度，某人就歪头靠在他肩膀上了。他都发高烧了，
还这么硬抗，还真不把自己小命当回事。徐锦欢为他做了物理降温，忙了大半夜，林木槿才在清晨的时候终于退烧了。而他也因为累得够呛，直接趴床边睡着了。林木槿再醒来时，望着身旁的人儿，娇美动人的脸庞，毫无防备贴近他睡觉的样子，让他唇角不自觉上扬了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老祖宗的话果然有道理。喂，在做饭。林木槿接通了一旁的手机，电话里的男人一愣：林木槿，你们同居了？他慵懒地嗯了声，继续在厨房忙活。你俩不太那个吧？孟苏怀表示怀疑地问。觉得我们不合适？那你女朋友就合适你吗？我错了。孟苏怀先放低姿态了。你既然在做早饭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找个机会来家里做客。林木槿知会完，就把手机丢一旁了。他端着做好的早饭，轻手轻脚地走进主卧室了。早，他笑着跟床上人儿打招呼，微微含笑的眼睛透着几分暖意，让徐锦欢短暂的误以为是岁月静好了。啊，早，这些都是你做的。徐锦欢看着床头柜上摆着的早饭，香气四溢，精致的让他惊讶，突然觉得昨晚的夜宵竟不香了。还有昨晚的清汤面，简直是在他面前班门弄斧。林木槿在他额头深情的一吻：你昨晚照顾我太辛苦了，我就想给你做顿好吃的，怎么样？我够贴心吧？感谢我领了，能解释一下我如何上床的吗？徐锦欢脑海里脑补的画面让他头脑发昏了。引狼入室就是他的真实写照吧？林木槿微微一耸肩：我能说是你自己爬上床的吗？亲都亲了，睡也睡了，要不咱俩谈恋爱吧？这不正是水到渠成的事吗？他一想到未来的美好，薄唇又微扬了。遇到那个对的人，就连空气都是美妙的了。你别多想，我对你只是对待病人的心情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徐锦欢赤脚下床，正准备去洗手间，竟被他一把勾进怀里。徐锦欢，我是认真的，你不觉得我们俩十分合拍吗？你不用急着拒绝我，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磨合，先吃早饭吧。我减肥。他一把推开了他，萦绕在鼻息的气息让徐锦欢头脑发昏，只想洗个凉水脸，让自己从噩梦里醒来。徐锦欢开始后悔让他住进自己家了，不光心神不宁，还多个头晕的毛病，他绝对是自己的克星。林木槿，我警告你，再偷偷亲我，我就踹飞你。被偷袭的徐锦欢气鼓鼓地朝他低吼着，一天被偷亲2次，他真的要疯了。我心悦你，一时没控制住心情，对不起啊。林木槿诚恳的态度让他听出幸灾乐祸的语气。徐锦欢拿一把水果刀在他面前晃一晃地说：你是一名警察，这么肤浅，简直给这份职业丢脸。还说自己冷得像冰块，他就奇怪了，现在的海王都这么谦虚的吗？人确实不咋地，但做饭这一块的确又星号货到他了。警察也是人，是人就得娶媳妇，我对你这样都是人之常情，好吧？徐锦欢，别女人想多看我一眼都没那机会，你可别拿我对你偏爱来欺负我。他委屈巴巴地盯着他，仿佛一片情深切切被踩在脚底践踏一般。
而那个负心人就是徐锦欢。他俯下额头，叹了口气：“铃木警，瞧你伶牙俐齿、生龙活虎的样子，我想你应该痊愈了，所以就差把赶他走脱口说出来了。所以我明天能上班了。”他眉眼兴奋，就差对他又搂又抱了。铃木警唯有在他面前才是见到不行的样子，这或许就是人都有两副面孔，一张留给其他人，另一个只给最在意的人。好啊，徐锦欢巴不得呢。那接送我上下班的任务就拜托你了，徐锦欢，你真好。铃木警低头向他靠近，薄唇微碰到他的柔软的触感，让他加深了这个吻。而在一刹那，徐锦欢也是享受的，毕竟都是成年男女，干柴烈火，总不会冷淡的没一丁点的感觉。但他还是本能的推开他了，一脸的严肃的瞪着他。事不过三，铃木警，你是想死吗？两人就开始在客厅里追闹起来，又吵又闹，欢喜冤家实锤了。几日后，孟苏怀带着女朋友，提着大包小包，很有诚意的来徐锦欢家里看望病人了。说是看望，倒不如说是凑堆喝酒，一个个都是酒蒙子，沾酒就上头。不知不觉，他们就喝到了凌晨，满地得空酒瓶，七倒八歪，就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浓郁的酒气。因为怕当电灯泡，孟苏怀提早就带女朋友溜了。喂，你还有伤，少喝点吧。徐锦欢一把夺过他手里的酒杯，而铃木警也不恼，慢慢地凑近他，用指尖轻抚脸颊。徐锦欢，你好像管家婆，啰里吧嗦的。相处了这些天，他们的关系似乎有了微妙的变化，不清不楚的情愫正在他们周身疯狂地滋长着。铃木警，这酒你也喝了，准备啥时候搬出去？我可是受够你了。徐锦欢想要后退喘口气，却被一把拽进怀里，两人贴得更紧，一触即发。他的主动迎合成就了他们的第一次。好女怕缠郎，像铃木警这样的死缠烂打功夫，估计没哪个女人能逃出升天。自打那晚之后，徐锦欢也就正视了自己的感情，贪婪地享受着来自铃木警给予他的这份痴爱。情爱本就如此，一旦开始，便一发不可收拾，而且愈来愈深，甚至让人们甘心沉沦。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一眨眼就到了半年后。在相爱的男女相处久了，总会经历一些事情，而属于徐锦欢他们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那些来源于外界的阻碍，往往才是最致命的。某一个午后，阴雨密布，空气里压抑得让人窒息。若不是他足够理智，这会就该拿刀砍人了。铃木警，你给我滚回家！徐锦欢强行挂断电话，整个人都缩在沙发里了，微微颤抖的身子，一双大眼早已哭肿了，看起来憔悴而又愤怒。让他好好表现自己，哪里想到铃木警竟然把女人招惹到他爸妈家了。本来就因为他职业太危险，父母对他不太满意，现在好了，彻底玩完。真应了那句话，不作不死。铃木警没敢耽搁，第一时间回到家了。他半蹲在地上，想要抚摸的安抚他，却被无情地闪开了。铃木警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好欺负，我爸妈也好欺负？不想谈没人拦你，让你前女友去拜访我爸妈，控诉我是夺人所爱的小三，你是不是疯了？
我发誓我没有。锦欢，我可以解释清楚的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林木槿想要靠近他，明知越描越黑，他也不想放弃。然而他哪会给他这个机会？他的一只手无情隔开了两人。好啊，那在这之前，咱俩先别联系了。徐锦欢已经懒得再纠缠，扯不清理还乱。男人从来也不是他生活里的重点，甚至可有可无。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分开住？他一下子没力气了。徐锦欢挤出一丝苦笑，想住一起也行，跟我回爸妈家，只要你有脸住，我没问题呀。林木槿无奈的苦笑，他现在哪来的脸去见未来岳父岳母？他眼瞅着徐锦欢要提行李离开，从身后拉住他的胳膊。锦欢，我会搞定两边长辈，但你别不理我好吗？这是他最卑微的时候了。徐锦欢一把挣脱了，他迎上那双深邃的眼睛，明明一片深情，却又觉得极为讽刺。这是他的初恋，他的男朋友，竟被扣上小三的帽子，让自己觉得像谈了一场假恋爱。与其僵持不下，还不如彼此冷静下来。或许还有一个可能。咖啡厅里，徐锦欢主动约了江可瑶，两人碰面后，他直接开口问：你跟林木槿很早就认识对吧？你对他那个白月光了解多少？就算是要分手，他也要知道真相。毕竟自己的真心付出绝不能喂狗。江可瑶整理一下语言后，才打开话匣子了。韩舒染才不是林木槿的白月光，他就是一个骨灰级的绿茶。而且他已经倒追林大哥好多年，只不过除了两边父母的支持，林大哥根本不搭理他。徐姐姐，你能原谅林大哥吗？他紧张地问。父母都支持。徐锦欢心里一凉，相较于他从未见过家长，韩舒染是比自己要有先天优势。还有那个拥抱，一直让他如鲠在喉。徐姐姐，这是林大哥让我给你看的，他还说你要不要他不重要，就是别做伤害自己的事。徐锦欢看一眼视频，是酒店的监控画面，视频为证，他真的没让某人占到半分便宜。韩舒染这个绿茶，竟然利用角度问题，让他有了视觉的误会。若不是自己选择相信林木槿，他们估计早分了。韩舒染不光大胆，还肆意妄为，能跑他家搬弄是非，徐锦欢都怀疑他精神有问题了。可瑶，帮姐一个忙呗。徐锦欢在他耳边低语好一会儿，只见江可瑶连连点头。徐姐姐，我明就把林大哥的事给你调查一清二楚的。许家老宅，晚饭后，许妈妈把女儿叫到卧室了。锦欢，妈妈想让你见个男孩子，文质彬彬，还特别有出息，跟咱们家也是门当户对。妈，我有男朋友，你是知道的。徐锦欢尴尬地喝着牛奶。你们俩半月没联系了，不是分手了吗？先不说这个，就他那个前女友疯癫泼辣样，妈妈也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的。他求助地望向爸爸，许爸爸轻咳一声，老婆，找女婿不看前女友的，那天的事锦欢不是都讲清楚了吗？而且话说一半就被许妈妈一个眼神给愕然打断了。许家的门风就是老婆最大，无条件的听老婆话，典型的妻管严。爸妈妈，你们看这个。徐锦欢将一个文件袋递给了父母，里面是林木槿曾经获得过的荣誉，不过都是复印件，
但这已经足够证明他的人品和能力，以及强大的意志力。像他这样正直、有责任心的男人，徐锦欢非他不嫁。那这个医生博士还见不见了？许妈妈也犹豫了。见呐，干嘛不见？徐锦欢是这么想的，太容易原谅别人，就是对自己残忍，他自然要慎重了。单元楼下的树旁，一个修长的影子让徐锦欢有些防备，待走近一看，把手心里的喷雾放回包里了。你咋来了？不是说好先不见面吗？林木景相近一分，他就后退一步，没办法，他只能站在1米外，才开口：我想你了。一句话4个字，透着太多心酸和想念，让徐锦欢差一点就破防。但他还是装一脸淡定：我明天要相亲了。是你同事，那个医学博士。他说话的语气透着一股悲凉，想要抚摸他的脸颊，却硬是忍住心里的念想。是我妈告诉你的吧？他嗯了声。阿姨嘱咐我，不要阻止你寻找幸福，也是对爱你的一种成全。锦欢，他挺合适你的，我真心祝福你。这话一出，他气得倒抽一口凉气，这啥操作，不该挽回吗？徐锦欢没好气的一笑：谢谢你的祝福，我收下了。那个，也祝你跟前女友喜结连理。他说完，潇洒地转身上楼了。在进电梯的那一刹那，一滴热泪吧嗒落在他的手背上了，一股沉重的失落感将他整个包围。说什么爱一辈子承诺，还不是熬不过1年就草草收场了。枉费自己还说服了父母，非他不嫁，简直是瞎子点蜡白费功夫了。大哥，你瞎折腾，别带上我呀，我家里还有媳妇等着陪呢。孟苏怀想放下啤酒就溜，竟被他一把摁在原地了。陪我聊会天？凭啥呀？这黑灯瞎火的，你惹哭了徐锦欢，拉我当陪聊，你良心不会痛吗？孟苏怀起开一罐啤酒，没滋味地喝着。他只想抱媳妇睡觉，才不要跟个大男人在一起，树下瞅窗户玩呢。你抢了我的相亲对象，这是你欠我的。林木景轻飘飘一句话，让孟苏怀瞬间变怂了。你俩也是闹，既然心里都有彼此，大家把误会说开不好吗？非要一个人喝酒，看另一个人哭，互相伤害有瘾啊。林木景薄唇微张，淡漠地说：我只想让他看清，世间的男人唯有我才是那个最好的。大哥，那我呢？有求于人，还这么贬损，没这道理吧？你是除我之外的好男人。孟苏怀满意地喝一口啤酒，这还差不多。兄弟情在这一刻更坚定了。翌日傍晚时分，韩舒然把买来的奶茶笑着递给了萧宗翰，相信我，女孩子都爱喝的。谢谢。萧宗翰腼腆地提着2杯奶茶走进了街角的餐厅。锦欢，这是给你喝的，谢谢你能答应跟我见面。他说完这些，忙低头喝一口奶茶，冰凉的口感让紧张的一颗心终于平静了下来。徐锦欢笑着接过来了：小医生，我来是想跟你说清楚，咱俩不合适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他本来要爽约的，但想到萧医生人不错，便硬着头皮来了。锦欢，你可知道，我从你一进医院就喜欢上你了，现在你跟男朋友分手，你要没心情，我们可以从朋友做起，我不介意的。萧宗翰重重地点下头，因为紧张又喝了一大口奶茶。
被他这么一整，徐锦欢不知怎么开口了，也低头要喝奶茶，却被一个人一把夺走了。四目对视，来砸场的竟是铃木警。跟我走。他将人带进怀里，又看向一旁的萧宗翰，你最好现在回医院。为什么？萧宗翰一脸的茫然，想带走人儿，也得给个正大理由吧。别人给的奶茶以后少喝。他言尽于此，像萧宗翰这么聪明的人，应该能猜出端倪了。徐锦欢是被他抱出餐厅的。你放开我！他一再反抗，铃木警总算把他放下来了。是我救了你，你不该说声谢谢吗？我就是想个亲，能有啥危险？他不悦地对他。不过想到奶茶，徐锦欢终于联想到了，他脱口问出心里的猜疑：奶茶是不是韩舒然买的？铃木警微点了点头。不得不说，韩舒然真的够阴险，若不是提早发现他的阴谋，估计就出大乱子了。徐锦欢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，我明白了，你找人跟踪我。铃木警，你有劲没劲？让我相亲的是你，来搅场子也是你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我想跟你在一起。铃木警手里多了枚戒指，深情款款地望着他，说：锦欢，这是铃家的家传宝贝，我妈昨晚刚给我的，要我给未来儿媳妇戴上，也就是你。你爸妈同意了？他一脸的错愕。不仅同意，还希望我们早生贵子呢。锦欢，现在两边长辈都同意了，我能解除禁足了吗？徐锦欢眉头一挑，似笑非笑地说：看我心情喽。铃木警顾不得还在路边，低头吻上他的粉唇，有谁能体会？他想的都快疯了。锦欢，你现在就给我个肯定的回答，到底要不要嫁？回家再说。徐锦欢笑着拒绝了。这么重要的问题，自然要坐下来慢慢的聊了。大庭广众之下，很影响心情和发挥的好吧。铃木警再次将他拽进怀里，挑高尖下巴，让两人可以平视。我等不了了，你现在就回答我。徐锦欢凑近碰一下他的薄唇，突来的亲昵让他傻愣在原地了。好啊，他笑着答应了。全剧终。